柳坤搀着苏峰走出那个旅馆的时候，一下子愣住了。兰亚正站在那里，好像他已经等了许久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兰亚，你怎么在这里？柳坤惊讶地问道。他极力在脸上堆上一丝笑，可肚子里早已经是翻江倒海的难受。你是说我不该来吗？兰亚声音不大，可是充满了伤心，每一个字都像能滴出泪来。他看了一眼柳坤手里牵着的那个孩子，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他一步冲到柳坤面前，甩手就是一巴掌。兰亚，你听我解释。柳坤一只手捂着发麻的脸，另一只手却悄悄拉紧了孩子的手。事情不是这样的，他急匆匆地说。哈哈哈哈！柳坤，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还想说什么？兰亚显然没有耐心再听柳坤的解释，他转身就走，甚至就没有看一眼站在旁边的苏峰一眼。柳坤想追，可是一双孩子的手把他拉住了。爸爸，那个好凶的阿姨是谁呀？他生气了。柳坤蹲下身去，看一眼苏峰早已是苍白的脸，说：彤彤，没事，那个阿姨是个好人，是爸爸做错了事，没有和阿姨解释清楚。柳坤，对不起，又给你添麻烦了。苏峰抱歉地说。要不今天去医院的检查，你就不要去了，好吧？柳坤的心从兰亚走了就乱得一团麻似的，他无奈地答应着。你自己要当心一点，你回吧。苏峰领着孩子就走，可他一转身，脚下就是一个趔趄。苏峰，你没事吧？柳坤担心地问道。我没事，就是有点头晕。苏峰无力地说。柳坤看了一眼家的方向，又看到彤彤用一双小手吃力地搀着苏峰的胳膊，眼泪就掉了下来。他一手扶着苏峰，一手牵着彤彤，果断地说：走，我们去医院。等柳坤拖着一双疲惫的双脚回到家，天都蒙蒙亮了。他推了一下门，开了，没关。他知道这是兰亚一夜没睡，兰亚怎么能睡得着？他满腹的心事需要柳坤一个合理的解释。可更让他生气的是，柳坤竟然在事情败露之后还敢一夜不归。兰亚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不管是容貌还是身世，兰亚可是比柳坤强了几个档次的。要是说出轨，怎么也轮不到这个原本就是个穷小子的份啊！这几年要不是他当厂长的爸爸极力提拔他柳坤还不就是个从山沟沟里走出来的穷小子吗？现在有点能力就嘚瑟了。柳坤，你还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于是兰亚索性就开着门，等柳坤回来还他一个解释。没成想柳坤竟然一夜不归，就好似压根没把兰亚放在眼里。柳坤见兰亚还在沙发上等着他，就倒了一杯热水递过去。兰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先喝杯水，我慢慢和你说。兰亚可一点儿都不领这个情，他看都不看柳坤一眼地说：柳坤，现在还来玩虚情假意这一套，你觉得有意思吗？柳坤把水杯放到茶几上。苏亚，本来我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再告诉你的，可是没成想今天你遇到了。柳坤，你这是把我当猴玩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还有屁合理解释啊？兰亚，我是什么样子的人你不是不知道吧？你能不能就相信我一次呢？相信你。柳坤，你有能耐养小三，就有胆量从这个家门滚出去。兰亚终于憋不住心里的怨气了。这几年你吃了我们家的，住着我们家的，就算养只狼也早就没了野性了，你简直就是不如个畜生。柳坤显然被戳中痛处，他瞪着眼睛说：兰亚，你闭嘴，说我找小三，那你又算什么？
想当年，要不是你在我和苏峰之间搅和，我又怎么会娶了你？兰亚一听到苏峰的名字，眼圈疼的就变红了。柳坤，这么多年了，你还拿苏峰说事？当年可是苏峰亲口答应我不再和你有任何关系的。兰亚停顿了一下，大脑蓦地显过一个念头，他斜视了一眼柳坤，说：“那个女人是苏峰，她来找你来了。”柳坤点了点头，进了卧室，关上了房门。这几天他真的太累了。苏亚端起柳坤倒的那杯水，喝了2口，嘴里长长的吐了一口气。说起苏峰，兰亚就是心里有10000个不痛快，也不好意思吐出来。当年柳坤和苏峰是手牵手来到他爸爸的食品厂打工的。兰亚在财务室闲得无聊，从窗户就看到了这一对从乡下来的小恋人。柳坤和苏峰的手抓得很紧，也许是因为紧张，怕把彼此丢了。看着看着，兰亚心里就有了一丝伤心。这样的爱情，她怎么就没有呢？兰亚妈去世的早，爸爸经营着一家食品厂。虽然从小缺少了母爱，但爸爸绝对是个合格的好爸爸。兰亚是被爸爸宠着长大的，她学习不好，上了一个专科，好在家里有个厂子撑着。毕业后就直接进了财务室。母亲生前是个美人，这也是兰亚爸爸一直未娶的原因。一般的人很难走进爸爸的心里，而兰亚也继承了母亲的美貌。兰亚还不到20岁的时候，她的爸爸碰到了难题，女儿经常以谈恋爱的名义夜不归宿。更不得了的是，兰亚还背着她爸爸偷偷去医院打了几次胎，这让兰亚爸爸非常无奈。可以说，兰亚的青春期过得非常糟糕。她22岁就结了婚，对象是一个讲义气的男人，长得也是痞帅的。兰亚也是爱他，爱到骨头里去了。可3年后，他们还是离了婚。兰亚习惯性流产，不能生育。于是，那个讲义气的男人这次却没了半分的豪情，离了婚，拍拍屁股出国了，没给兰亚留半点念想。这件事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兰亚就成了嫁不出去的人。柳坤和苏峰来到厂子半年了，总是出入成双，这让兰亚知道，这世上还有那么让人羡慕的爱情。他觉得像柳坤这样的男人真是难寻。有一天吃饭时候，他爸爸告诉兰亚说，苏峰的母亲得了重病，想预支5万元钱，提醒兰亚不要支给他们。5万元可是柳坤他们2人1年的打工费啊！兰亚爸觉得他们是乡下人，信不过。可是兰亚却动了脑子，他找到柳坤，说同意借给他5万元，但必须和他成亲，还要倒插门。家里的母亲病危，再不手术就是等死。柳坤和苏峰万般无奈，就答应了。事后，兰亚背着柳坤又给了苏峰2万元，条件是让苏峰永远不要再来找柳坤。就这样，一对好好的恋人被拆开了。柳坤又找了几次苏峰，说要想办法和他一起走，都被苏峰拒绝了。再说，苏峰母亲是动了大手术才暂且保住了性命，苏峰也不能扔下母亲不管。柳坤死了心，就倒插门进了兰亚的家门。兰亚有了上次的婚姻教训，对柳坤也是百般的好，家里又不缺钱，日子也就这么过下来了。一晃5年，柳坤也成了食品厂的2号人物，集权钱一身，渐渐也就淡忘了苏峰。这期间，兰亚也怀过几次孕，都没留住，这使兰亚心里有了太多的愧疚，总是把一个女人所有的好都给了柳坤。柳坤虽然也想能有自己的孩子，但也无奈，心想就这么将就过吧。可是这一天，苏峰却找他来了，还把他的儿子带来了。当柳坤在一个小旅馆里见到苏峰的时候，
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短短几年，苏峰变了，变得如此憔悴不堪，一张记忆中红润的脸，此时就像蒙上了一层山里的黄土。苏峰告诉柳坤，自己得了和母亲同样的病，医生说活不了几年了。正说着，一个小男孩从外面跑了进来，苏峰一把抱住孩子说：“彤彤，快叫爸爸！你不是做梦都想见到爸爸吗？”柳坤一看见那个孩子，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个孩子的脸庞有太多自己的影子，苏峰竟然给他生了个儿子，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原来苏峰回家照料母亲没几个月，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他知道这是柳坤的，他正在犹豫是不是要这个孩子的时候，兰亚来找他了。兰亚是送钱来了，他要用钱来割断苏峰对柳坤的念想。当苏峰告诉他自己怀了柳坤的孩子的时候，兰亚心里就流过一丝莫名的热流，那可能是出于一个女人的母性本能吧。虽然她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嫉妒，但还是坚持要苏峰生下来。一来自己不能生育，对孩子的渴望让她觉得打掉这个孩子是件残忍的事情。再说柳坤毕竟是自己的丈夫了，能有这么个孩子，毕竟也能了却他的一个心事，就劝说苏峰把孩子生下来，又把随身带的2万元钱给了苏峰，要他以后不能再去找柳坤，而自己也要保守这个孩子的秘密。苏峰被兰亚感动得不行，觉得兰亚是个善良的女人，柳坤和她过日子，自己也放心了。于是虽然柳坤又来找了他几次，都被他拒绝了。后来苏峰生了个儿子，取名彤彤。孤儿寡母不容易，苏峰就嫁给了村里的一个比他大10几岁的男人，而苏峰唯一的条件就是要对儿子好就行了。前年的时候，丈夫因喝醉了酒，晚上回家被一辆大货车压死了，苏峰就成了寡妇。好在车主赔给了他30万元钱，他想就这么过下去，等孩子长大了，用这30万元钱给孩子成个家，也就满足了。不成想去年的时候，苏峰觉得身体不舒服，到医院里一查，得了和他母亲同样的病，没得治。那一刻他觉得天都要塌了，难道全世界的苦难都要让他受一遍吗？不得已他想到了柳坤，想把儿子送给他，毕竟柳坤是孩子的亲生父亲。苏峰一五一十地和柳坤说了，不过他隐瞒了兰亚找他的这件事，这是他答应兰亚的，这是他们女人之间的约定。于是柳坤准备带苏峰再到医院里检查一下，如果苏峰真的有病，那没办法，孩子他养，他也愿意养。如果苏峰只是误诊，那就给苏峰一笔钱，让他和儿子回家。儿子是苏峰的命根子，他没脸争这个孩子，他甚至感到能看看孩子都是莫大的福气。他想，等这些事办完了，再和兰亚说也不晚。这么多年的夫妻了，还能有啥过不去的呢？没成想，巧事就是多，被兰亚碰了个正着，还挨了兰亚一大嘴巴子。兰亚知道了事情的经过，气就消了很多。毕竟苏峰不是什么小三，柳坤也没做对不起他的事。再说彤彤毕竟是柳坤的亲骨肉，这份情也不是兰亚的阻拦能割舍掉的。闹不好柳坤一怒之下把自己割了也有可能。于是兰亚同意把孩子领来，他告诉柳坤，从今后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你的骨肉就是我的骨肉。那一刻，他的大度彻底感动了柳坤，他甚至感到愧疚，因为这几天为了孩子，他早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也幸亏兰亚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其实柳坤早就在心里有了个铁心的主意，那就是即便兰亚不同意，
这个孩子他也是一定要的。自从和兰亚结婚，柳坤心里就从没有对兰亚有过感激之情，他甚至在心里怨恨兰亚趁人之危，硬硬地拆散了自己和苏峰的爱情。他感到自己的爱情早就在苏峰离他而去的那天死了，他和兰亚只不过是凑在一起做个伴，混日子而已。因此，即使兰亚不能生育，柳坤倒也没怎么放到心上。男人和女人之间缺了爱情，再少点什么又会怎么样呢？可是苏峰母子的到来，彻底把他尘封的天性唤醒。他对孩子的渴望，只不过是在一个没有爱的婚姻里偷偷藏着。兰亚的大度出乎他的意料，他重新看着这个让他一度在心里鄙视的女人，竟有了点光亮。他紧紧抱住了兰亚，兰亚在他的怀里禁不住哭了起来。5年了，柳坤是第一次用心来拥抱了她。然而，柳坤不知道的是，这一切都是兰亚一手设计的。兰亚苦笑着，这一次自己赢了很多。他知道自己彻底从一个泥坑里跳了出来，不只是自己的肉体，还有灵魂。他曾是如此的心惊胆战。他不得不承认，和柳坤结婚，自己是玩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混蛋阴谋。这个阴谋足以伤透一个男人一辈子。况且柳坤不傻，可他不说，哪怕是一丝的不满也不曾流露。即使不能生育，剥夺了他做父亲的权利，他也能一笑置之。作为一个男人，这太不正常。心与心有了窒息的沉默，这日子难熬。还有就是去年，兰亚竟然又和那个曾经抛弃自己的男人又好上了。那个男人依旧那么痞帅的。他说出国后就结婚了，可后来那个女人就和一个外国男人好上了。他这次回国就是和那个女人办离婚手续的，并且想和兰亚重续前缘。兰亚本就活得不舒服，他觉得只有这个男人才能激发出她作为女人最大的本能。可是几天的激情之后，这个男人又晚起了消失，一字不留，又回国了。兰亚彻底明白了，自己只不过是这个男人暂时的玩物而已。他知道自己应该用心经营自己的家庭才是正道。恰巧有一天，5年不见的苏峰来找他来了。苏峰之所以先来找兰亚，是因为他知道把儿子送回来最大的阻力不在柳坤，而在兰亚。只要兰亚同意了，一切都变得容易。兰亚听了苏峰的遭遇，他知道一个能把柳坤的心捂热的机会来了。况且苏峰把丈夫出车祸的赔偿金30万元也一并交给了兰亚。他说本想拿钱为自己做手术的，又一想，就是这些钱花光了也救不了自己的命，还不如留给孩子，自己死了也有个心安。兰亚的心彻底被感动了，她拉着苏峰的手说：“姐，你就放心吧，从此这个孩子就是我的亲骨肉。”她还和苏峰说了自己和柳坤的婚姻状况，希望苏峰能帮个忙，让他们走出这样的尴尬状态。苏峰满口答应了。柳坤又一次走进兰亚的布局里，不过兰亚不后悔，他曾经错了那么多，这一次他知道没有错。1年后，苏峰死了，是柳坤和兰亚在病房里一直陪着。苏峰是拉着柳坤和兰亚的手闭眼的，他走得很安静，也很放心。兰亚事后还是和柳坤说明了一切，他彻底明白了，夫妻俩透亮了，这个日子才能有光。那30万元钱，他们以孩子的名义存在了银行，那是一份母亲对孩子的爱，很贵很贵的，不能动。柳坤、兰亚、彤彤一家3口，一个有模样的家了，走到哪里有了笑，也有了温暖。曾经的就让它过去了，未来的有心养着，幸福就会来了。以上
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